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公子时评。这期节目我想回应一些观众的留言评论，特别是那些反对我的意见，我想在此做一个回复。那么当然了，在回复这些留言评论的时候呢，等于也是对一些时事做一个我个人的评论。我们一起看第一个留言，他说：你错了，必须支持国民党。我们不是阻止大陆统一台湾，而是希望台湾统一大陆。这唯一的解救大陆人民的愿望，只能寄托给国民党。这种说法呢很有代表性，就是在中国有这么一部分人，他们期待着台湾可以反攻大陆，活在这个过去蒋介石政权给人们洗脑的这个一个幻想当中啊。那么蒋介石已经走了啊，这个国民党政权已经垮台了，但是在中国大陆的沦陷区的人民，他们仍然期待着有这一天的到来啊！有一部分人还存有这样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为他们真的是一种绝望的反应，就是没有办法，他们自己没有办法解救自己，然后他们可能有些人是在社会底层的，又没有办法逃离啊，这润出去，所以就期待着某一天天降神迹啊，有大救星来解救他们。但是我们却要承认，这些人为什么有这样的幻想？因为他们所处的这个环境，他们所处的时代然后他们目前的绝望的困境，导致他们失去辨别的能力和这个失去方向感。他们已经不知道自己活在什么时代，他们因为太过绝望，所以就产生了这种寄托。只不过活在现实当中的人会觉得有点不切实际。当然有些头脑清楚一点的人可能已经看清了时事，了解今天的国民党已经跟过去那个两蒋时代的国民党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了。当时那个党是个独裁政党，是跟共产党争夺天下的党，而今天的台湾执政者已经变成了台湾人是由台湾人选出的某一个党，不管它叫什么名字可能还延续国民党这个名称，或者是其他的党派，这已经变成了台湾政党，已经变成了台湾这个国家人民选出来的政府他们对中国大陆的人民是没有道义上的责任的，他们只是想捍卫自己现有的，他们通过牺牲奋斗换来的自由和民主，这是绝大多数台湾人的所思所想。没有人自不量力到说要主动跟共产党打一仗，甚至是占领整个中国大陆，甚至包括这个外蒙古，因为中华民国的地图里边一直包括外蒙古嘛，没有人会有这样的幻想了。现在就差把台湾的宪法、台湾的国旗，对吧？台湾的很多的过去国民党独裁政权时期的痕迹涂抹掉现在没有涂抹，国号还保留，还叫中华民国，唯一的原因就是中共的这种武统的威胁如果没有这个，台湾早就已经彻底的本土化了，就是因为他们担心可能被入侵，可能会被吞并、被占领，所以说他们需要美国的保护，他们不能够轻易的修改宪法，美国肯定也会反对，所以说国号还保留，宪法还保留，但是很明显已经跟现实脱节了，改变这些是早晚的事儿。台湾真正属于台湾人，这是早晚的事儿。特别是当过去从中国大陆流亡逃亡到台湾的那些人，那一代人已经过去之后新一代人在台湾出生长大的台湾人是不会对中国有任何的兴趣，有任何留恋的他们没有任何这方面的纽带，他们只会热爱自己的家乡，建设自己的家园，而这个家乡这个家园就是台湾，因为他们都是台湾人。所以说解救中国大陆人民脱离共产党独裁统治的这种愿望寄托在别说国民党了，你就是要寄托在整个台湾人的身上都是不切实际的，更不要说早就已经灰飞烟灭的那个蒋介石政权了。现在的国民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它能起到的作用就是帮助中共统一台湾。你寄托它去反攻大陆，你还不如寄托民进党，还不如寄托其他的台湾政党捍卫台湾的主权，勇敢的去对抗解放军呢，对吧？所以说看到这种说法真的有点让人哭笑不得。不过有这种说法的人当然都是中国大陆人，他们也没有选票，他们就算投票给国民党他也投票不了对吧？他们只能帮助中共的大外宣去抹黑民进党，
所以有这种想法的人很容易就上了中共的当，不知不觉就变成了五毛粉红了。虽然他们自己自认为是民国派，有些在中国大陆的人民确实很可怜，但是这些可怜人既然都有能力去翻墙了，了解大千世界了，就不要把自己再活成一个悲剧了，既被共产党欺压，又被台湾人唾弃，这不是悲剧又是什么呢？然后我们再看另外一个留言，他说，如果犹太人会同情柏林战役死掉的德国平民，那中国人也就可以去同情原子弹炸死的日本平民。说不要忘了，日本被美国轰炸的时候，日本的军队正在中国大杀特杀。如果说拿了日本的奖学金就一定要支持日本，那中共也可以理直气壮地谴责那些在国外反共的中国留学生是叛徒，而不是追求自由。学生拿的是奖学金，而不是卖良心的钱。这段话里边，因为他讲了很多这个语义模糊，并且逻辑上也不是很通。前两句话说的是犹太人不会同情德国的平民，都说是平民了，他不是罪犯，不是战争犯，他们也是希特勒政权的受害者。他第三句话讲的是什么？不要忘了，日本在被美国轰炸的时候，日本的军队在中国大杀特杀。突然又谈到日本军队了。他开始说的是平民，后来又谈到日本军队了。平民跟军队是一样的吗？当然不是了。日本平民自己在家里边照顾自己的老婆孩子，他跟在中国去屠杀中国人的那些日本皇军有什么关系？你不能把在中国发生这些事情都安在他们头上。他们也许有些人支持了日本的皇军，但问题是他们为什么支持皇军？你应该问问为什么。他支持皇军不就是因为这个国家这个政府告诉他你要爱国吗？你要爱国就应该支持我们的军队啊！我们现在在解放中国，解放整个东南亚，难道你不应该支持吗？我们现在成立大东亚共荣圈，让我们黄种人跟白人平起平坐，对吧？我们形成自己的势力范围，对抗欧美列强，这难道不是伟大的民族复兴吗？你应该支持。因为这些日本的平民相信了这种说法，相信了这种洗脑教育，所以他们才支持了皇军，支持了对中国的侵略。所以我们要清楚这一点，这难道不就是大多数中国人所面临的这种洗脑吗？如果说这些日本平民被原子弹轰炸的平民是不值得同情的，就像我之前讲过的，那未来中美开战，美国给中国几颗原子弹炸死一大堆平民，是不是这些平民也都是不值得同情的？别忘了，这些人里边还有你自己，还有你的家人，甚至还有反贼。他们大多数人实际上只不过是岁月静好而已，他们就想安安稳稳的活在这个世上，开开心心的，快快乐乐的陪自己的家人。他们只是从小被这样的党国洗脑教育了，所以他们变成了小粉红。当然这小粉红也单说着啊，有些人可能就是绥靖，他并不是真正的小粉红。就像我年轻的时候，我小时候并不是真正的小粉红，我说的话做的事情就是完全是教科书上写到的嘛，就我就相信这些东西嘛，对吧？举个小红旗儿，我们唯一的过错可能就是在中国出生，在共产党的红旗下长大，这是我们的错吗？这是我们的罪行吗？所以如果你说日本的死伤几十万的平民都不是无辜的，都不值得同情的话，那你可能要问问自己是不是还有人性，对吧？是不是还有分辨能力？不管是德国的平民，还是日本的平民，还是中国的平民，还是任何国家的平民，他们也许不都是无辜者，他们有些人可能是战争的帮凶，但是他们家破人亡，是因为他们都成了受害者，独裁政权的受害者。我们只有了同情心，我们才有反抗这样的独裁政权的勇气和意志。今天的中国人很大的一个问题，特别是那些五毛粉红，他们把仇恨转嫁到了今天日本人身上，甚至转嫁到了当年的日本平民身上。如果你不去想日本的平民、中国的平民都是受害者的话，那你就模糊了这个焦点，你不知道到底谁是罪魁祸首，你到底应该怎么反省。你只要把一个国家所有的人民一棒子打死，那你这不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法西斯吗？所以我的观点是，我们看历史的时候，第一，我们要实事求是，到底发生了什么；第二，我们要知道谁是制造灾难的一方。只有这样的话，我们才能避免下一次灾难的爆发。如果我们要知道当年的日本或者德国发动战争制造了人类的灾难的最主要的罪魁祸首，就是这个党国体制，不相信普世价值，国家被政府、被军队、被当权者绑架，没有自由、没有民主、没有法治的一个结果。一战如此，二战也是如此。
他们制造了这个灾难底下所有的平民，不管是哪个国家的，都是受害者。我们知道这一点，才能够避免下一次的战争爆发，我们才能知道今天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制造灾祸的那一方，才会去知道实现自由、民主、法治、人权这些普世价值，抵制政府的集权、政府的洗脑教育，因为这会带来巨大的灾难。这是历史给我们的教训，今天中国就正朝着这个方向重蹈覆辙。所以说今天的五毛粉红怪当年的日本平民就本身就有问题，更不要说怪今天的日本人了，这跟这个过去一点关系没有了。更何况和平深入日本的民心，日本已经实现了自由跟民主，他们现在唯一想的就是如何的避免下一次的战争爆发，配合美国和其他全世界的良善的力量，去防止一个新的法西斯的诞生，就是今天的中共政权。我用这种解释，大家就明白了怎么来去看历史，怎么来去看现在的国际情形。这样的话就有一个是非观念，并且有一个主次分明，这才是清晰的头脑，有逻辑的头脑，理智的头脑。而这个留言的观众很明显没有做到这一点，写的东西有点混乱，然后后边又扯了更多啊，什么拿了日本的奖学金不一定就一定要支持日本，我从来没有说拿了日本奖学金就支持日本，对吧？什么叫支持日本？支持日本什么？是日本某一个人呢，还是某个政府啊，还是某个立场啊？日本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社会，立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任何事件都有不同的立场。你到底指的是什么？什么叫支持日本？我之前节目讲的就是那2个留学生啊，就说那个广岛原爆的那些平民，他们的伤亡是不值得同情的，同情不起来的，对吧？我说他们拿了日本的奖学金去到日本，那个奖学金本身就是促进和平的奖学金，对吧？就是支持和平的，但是他们的想法仍然是被共产党洗脑的那套思想，没有根深蒂固的和平主义的概念，这个跟他拿奖学金就非常违和。因为时间关系呢，我再说最后一个，不是留言，是在推特上我看到的，有一个大外宣的号，这号还把我给屏蔽了啊，估计知道我可能会反驳。然后他发了一段视频，引用中共的说法，讲到西藏过去是农奴制，所以说啊，这个统一战争啊，这个把它西藏占领，这都是应该的，就大概这个意思啊。我在后面留了一个言，我就讲到了西藏有自己的社会制度，有自己的政权，它再怎么落后，你觉得它落后啊，不一定就真的比你落后，但是你再怎么觉得落后，都不是你侵略、屠杀、殖民的理由。更何况中共占领西藏之后，杀的人要远远比达赖喇嘛统治时期的西藏死的人更多得多。我没有看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的社会制度就比西藏的农奴制度好到哪里去。在中共武装侵略西藏的战争当中，屠杀了多少西藏的平民，这些平民很多甚至自己都是农奴，并不一定全都是地主跟贵族啊，对吧？你共产党凭什么屠杀这些人？人家农奴都没有被自己的主人屠杀，被共产党屠杀了。共产党来了之后占领了西藏，然后搞阶级斗争，毛泽东变成了西藏的主人。你说西藏的奴隶他有主人，不好意思，现在只不过主人变了，而且变成了更残暴的主人。有人就批评这个杨五毛在底下留言，骂他是一个帝国主义者，结果他的回复更搞笑了，他把中共侵略西藏跟美国的南北战争相提并论了。美国的南北战争当然现在都有争议啊，引用一个主流观点，就是南北战争如何去合理化呢？就是以南方的脱离联邦这个动作是违宪的，然后说你蓄奴制本身也是违宪的，这个说法是有争议，但是很明显是这个人的态度。把它放在西藏有关系吗？西藏跟北京的政府他们有联合起来写一个宪法吗？没有啊，对吧？南方州跟北方州他们是共同的签署过宪法的，他们共同的签署独立宣言的，只不过是过了几十年之后，他们就这个宪法产生了争议啊，然后又脱离，然后打仗。但是在中国并没有出现这种事情，西藏从来就没有跟北京的政府签署什么宪法，承认我们是一个国家。如果你非要说中华民国时期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 ，OK， 那西藏的政权可以说我接受在中华民国的范围之内，因为保证了我的自治权利。但是你中华民国被推翻了，被赶跑了，那西藏当然就是独立状态了。人家不想加入你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新的政权，难道不行吗？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可以像中华民国一样保障西藏的权利，保障西藏的自治，那很有可能他们也愿意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像美国的各州
他们愿意加入联邦一样。问题是中共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结果中共在1950年悍然发动了武装侵略啊，这就是一种侵略，这就是一种帝国主义，因为它要实现一个新的中华帝国。当然这个话题要讲就讲太多了哈，那就讲一大堆的历史了，未来有机会在公子读书的栏目跟大家再聊。好，谢谢大家，这期节目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欢迎点击订阅这个频道，还有点击订阅旁边的小铃铛，可以打开节目更新的提醒。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节目再见。